我知道你跟小静师姐马上就要结婚了，虽然我心里有100个不愿意和不舒服，可是我还是逼迫着自己一定要去祝福你，因为我答应过我自己，我不能去阻挠你的幸福，我一定要永远在你的身边，支持你和支持你的梦想。请你无论如何不要再说出祝福我的话，好不好？因为我的未来，我的幸福只有你一个人。现在的嘉诚眼中没有我，可我不能放弃，我必须要努力争取我的未来。再来一杯。啊？哎呀，石小姐，这酒不能再喝了，再喝就喝醉了。醉了才好，醉了就不会难过了。哎呀，是跟男朋友吵架了吧？谈朋友嘛。吵架有助于感情。再说了，看你对他那么好，就像你上次央求我给他做夜宵一样，他肯定跑不了。我老公要跟别人结婚了。啊？你结婚了？这什么时候的事啊？喂，老公，我好想你啊，你来接我好吗？我在嘉兴小吃铺等你。好想你啊，我心里真的好难过，可是没有人知道我多难过，也没有人听我说，连我妈妈都不可以说。好希望一觉睡醒就能躺在你的身边，一切都没发生，该有多好。石小姐，你不能睡在这儿啊！你没事吧？我老公来接我了。你没事啊？啊？我昨天给嘉诚打电话来着，可是这明明不是嘉诚的家啊，难道这里是？完了！我昨天晚上都跟他说了什么，都做了些什么，我完全不记得了。这不就是现在流行的时尚简约风吗？跟一佩的风格很搭配。
真的是一配。这么大的房子，不会就他一个人住吧？参观够没有？你好，易总。我怎么会在这儿啊？这个问题好像应该我问你才对吧？我是不是昨天晚上喝大了？有没有？是不是骚扰到你了？看来你没有完全喝醉。我是不是说了很多的胡话？因为我平常从来都不喝酒，所以一沾酒就倒了。把它喝了。对不起，易总，我不是故意要来骚扰你的。喝了。喝干净。宿醉，第二天容易头疼，要补充充分的水分和维生素，才能加速酒精代谢。不会喝酒就不要自己灌自己。我不过是自己心情太差了，我实在是找不到排解的方法。没有出什么丑吧？那你记得多少呢？我记得我去了嘉兴小吃铺，然后喝了好多好多的酒，打了很多很多的电话，然后好像就有一个人把我给架走了。我还以为是谁？我忘了，不记得了。你抱着我哭，吐了我一身，然后赖在地上死活不走。我看你醉成这样，如果把你送回家的话，你妈妈一定会担心的。所以让张凯给你妈妈打电话，告诉她你临时出差，把你送到酒店，我又不放心，所以我就勉强自己把你带回我家。那我的衣服，我的管家，女的，帮你换的。我对你真没兴趣。对不起，易总，我对我昨天晚上失常的行为向您道歉，我甘愿受罚。如果您觉得我有必要离职的话，我没有任何意见。记住了，买醉解决不了任何问题，还会耽误第二天的工作，任何理由在我这儿都行不通的。你的衣服在洗衣间已经洗好熨干，自己去换。现在是8点半，给你15分钟时间。吃饭、洗漱，我在车库等你。OK？ 哦，那你愣着干嘛呢？我现在就去。什么？你吐了易总一身？你还抱着他哭？你还跟他……哦，不是，你还在他家过了一夜？我真的都已经喝断片了，什么都不记得。我要是知道的话，我一定一头撞墙上去了。我的天哪，也太不可思议了吧！连你都觉得我疯了，是不是？ No， 我觉得易总疯了，要不然你怎么还能在这跟我说话呢？之前有一助理，因为在咖啡里多放了些糖，就被开除了，怎么哭都没用。我都已经做好被开除的准备了。师姐，你到底有什么魅力啊？哦，我知道了，该不会是我们易总喜欢上你了吧？怎么可能啊！不然他为什么对你网开一面？哎，有什么招，教教我呗。
别闹了，人家易总都有赵文文了，况且我也有我自己喜欢的人。你那么认真干什么？我在跟你开玩笑。OK。像我们易总这样的人是不会喜欢上你的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我们的易总就像是座冰山，他不会对任何人动真感情，这也就是我最佩服他的地方。不动真感情就没有弱点。赵文文也不是吗？大家都是成年人，麻烦你不要那么幼稚好吗？全世界都知道他们俩在一块儿，只是为了生意联盟。有句话怎么说来着？谈感情伤钱。哎，叶设计，嘉诚，你我还有事儿，你们聊。什么时候来的呀？刚来。我来跟易总聊聊设计。我看你和张凯在说话，就没好意思打扰你们。那，你听见我和他说话了？对了，你昨晚给我手机打电话了，我在做方案，调静音了，没听到。有什么事吗？我昨天晚上跟你回过去的时候，是易总接的电话。啊？他怎么没有告诉我？你昨天晚上在易总家？不，我没有在易总家。不是我确实是在易总家，可也不是我自己。不是，你不要误会啊，反正不是你想那样。我昨天只是喝多了而已。这是你的私人生活，不必跟我解释。嘉诚，我跟易总之间真的什么都没有，你千万不要误会了。师姐，我没有想多，也没有误会，我只是希望你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。你是不是真的一直都很讨厌我？看到我就很烦我。我知道你跟小静师姐马上就要结婚了，虽然我心里有100个不愿意和不舒服，可是我还是逼迫着自己一定要去祝福你，因为我答应过我自己，我不能去阻挠你的幸福，我一定要永远在你的身边支持你和支持你的梦想。请你无论如何不要再说出祝福我的话，好不好？因为我的未来，我的幸福只有你一个人。可是显然现在我的幸福根本就与你无关，所以我可以祝福你，但请你不要祝福我，你听见了没有？易总，石简这姑娘挺特别的，的确有点不一样。有些东西一旦错过了就回不来了。走吧，我们聊聊工作。喂，你怎么才接电话？你快点给我过来！我找到李亨利了，地址一会儿发给你。生存还是毁灭？说到这一句的时候呢，这是一个问题。后边调动漠然隐忍在生活中猛烈的第三句这个，毒箭之下，然后亦或是说到这一句，奋力反抗你再把这个挪一下。人生无涯的苦难。这两种行为，文文，哪一个更为高贵呢？你怎么才来？停！这里可以你找到李亨利了？行，好，演示一次给你看啊。对齐了。哎，对齐了。生存还是毁灭，这是一个问题。漠然隐忍，在生活中猛烈的毒箭之下，亦或是奋力抵抗，
人生无涯的苦难，这两种行为，哪一个更为高贵呢？这演的是什么呀？死了，哈姆雷特穿越到现代的英国，什么都完了。遇到一段艳遇，从此改变人生的故事我们心头的。创痛和无数血肉之躯所避免不了的打击，哦，一会儿彩排结束的时候，你把李恒林约到附近的 Moto 咖啡馆，我在那里等他。我跟他说是你要约他吗？不要，求之不得的结局。要是他知道是我约他，他一定不会来的。那我应该怎么约他比较好？你不能动脑子好好想想吗？这点小事还用我教你？好了 OK， 再来一遍。生存还是毁灭？李亨利不是说不来吗？喂，小姐。俏，哎，你知道吗？赵文文和李亨利见面了。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了，我就在外面看着他俩呢。我当时真的找不到你，文文。什么叫找不到我？电话也不接是吗？地址也换了是吗？哎，不对啊，我竟然看到有一个人在偷拍赵文文和李亨利，全身黑色，黑帽子、黑衣服、黑鞋子，穿的跟个黑衣侠一样。哎，你说，不会是有人想绑架赵文文吧？她可是富二代白富美耶。不知道。赵文文，你现在就像个疯子！啊！李恒利，哎，你等一下，我先不跟你说了啊。小姐，你，文文，文文，文文，快点打120！哦，文文。老天保佑，可千万别出什么事儿，不然一培肯定不会放过我的。医生，赵文文怎么样了？她为什么会突然晕倒？别紧张，不是什么大事儿，是孕期常见的贫血。孕妇，妊娠期血容量增加，血液会被稀释，所以呢，胎儿会摄取母体中的血，因此才会产生这种贫血的状态。你是说赵文文她怀孕了？是啊，一般怀孕3个月以后就需要开始补铁，不然就容易贫血。提醒孕妇她情绪不要激动起伏，不然容易产生晕厥。不对啊，她不可能怀孕啊。这个我不清楚，你还要问你朋友自己。好，谢谢。天哪，赵文文怀孕了！告诉我这不是真的，怎么这事儿被我给赶上了呢？怎么那么笨呢？又不是没有怀孕过，竟然连孕吐都没有发现。赵文文不会不知道，我到底要不要告诉一培？可万一这个孩子……被吓着了。你应该去照照镜子，看看你现在的脸色有多难看。你都已经知道了。嗯。那，易总知不知道呀？
要不要我现在给他打个电话，让他过来陪你？你不会真那么天真，以为这孩子是易配的吧？你不怕你告诉他，他一发飙把你给开了？难道是李亨利的？不要再跟我提他的名字，我永远都不想听到了。其实我之前一直都没有告诉你，我之前已经找到他了，但我发现他有老婆有孩子，对吧？你都知道。早在英国，我跟他第一次见面的时候，他就已经坦白跟我说清楚了。不过那是他前妻，他们离婚5年了，现在只不过是在一起抚养孩子而已。原来他并没有欺骗你，那你们之间就没有障碍了？他没有打算跟任何人再婚，也没有打算说跟任何人保持一个长久的关系。他去英国只不过是为了找寻灵感，而我就只是他众多灵感之一。可是我却把这个当成真爱，是不是很可笑？那未来怎么打算？有没有想好？未来的事情那就交给未来去考虑吧，反正我也没有打算真的要跟他怎么样，我这不还有易配拖着的吗？可是你哪儿那么多可是啊？干什么？你要可是出一个什么，然后跟易配打报告是吧？关于你跟李亨利的任何事情，我从来都没有跟易总提起过，一个字都没有。我知道。你可以走了。从今天开始，你的工作到此结束。我会去跟易配说清楚。至于你的特别奖金，我会打到你的账户里。不用了，我并没有完成我的工作。我说你完成了，你就完成了。你不是很需要钱的吗？你跟着我干嘛？还不走？没受过我折磨啊？你不是受虐狂吧？我不放心你一个人。不是，我有什么值得担心的？我有家，我有爸妈，我还有一大堆朋友，国内国外都有，我用得着你担心吗？可是你并没有一个人可以让你说出这件事，不是吗？至少要喜悦难过。如果他总为别人撑伞，你何苦非为他等在雨中？喂，我失恋了，你哭什么呀？我也失恋了，好不好？你起码从头到尾从来都没有得到过，可我却是得到过却失去了，你知不知道这样更痛苦？你爱的人不爱你吗？他不但不爱我，他还马上要跟别人结婚了。我是不是比你更惨？他还要祝我幸福。啊，那么惨啊你！不过我跟你说，那个人就个傻子，真的，他就是个宇宙无敌超级大傻子。是我比较傻，我还天真的认为，我还可以让他重新爱上我。我觉得吧，还是我更傻，更惨，真的。我是一个有婚约的人，你呢？你起码说可以选择说未来跟谁结婚。可是我未来的婚姻，我自己都没有办法选择，所以我比惨的话还是我赢了。可是，你真的要嫁给那个从来都不会爱上任何人，那个冷冰冰的冰块人吗？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你相不相信我到时候给他打小报告，说你说他坏话？
我跟你说啊，我不会，不能，不嫁给他，因为我们约定好了，知道吧？你知道吗？我们的婚姻中有太多的无奈和必然，我跟一佩就属于这种，所以我们彼此在彼此的心中都很难确定自己的位置，这一点是没有人能够改变的。所以只要不要妨碍到两个人的生活，我们一定会给对方最大的情感自由。可是如果这样的话，你不觉得婚姻就是一场冒险吗？是，就是冒险。你说对了，就是冒险。难道你不走进去就知道是宝藏还是荆棘吗？我永远都不会把自己的感情当做一种冒险，死都不会。所以我才那么渴望爱情。我一定要找到我的真爱，哪怕是飞蛾扑火，我也要认真的去爱一次。可是我相信，只要你愿意，没有什么是非做不可的。真的呀？没有任何人可以逼你做你不愿意做的事情，没有的。Cheers！ 他的眼神说出他的心，我看透了他的心，还有别人逗留的背影，他的回忆清楚的不够干净。文文，文文，文文，喂，郑恺，你知道赵文文赵家在哪里吗？你把地址发给我。赵文文她不见了。不见了？怎么回事？我回头再告诉你吧，你先把地址发过来。你在哪儿呢？我在赵文文的公寓呢。昨天晚上我们俩都喝多了，我就住在她这儿了。但我刚刚起来，我就发现她不见了。可是手机、钱包还有房卡全都在这儿呢。我担心她会想不开啊。想不开？为什么呀？你先帮我找人好不好？拜托了。师姐。易总。我会和赵家的人确认，你在公寓门口等我，准备好你的理由。知道了，易总。李导演，请问一下，你是怎么想到这个爱情故事的呢？所有的灵感都来自于生活，所有的爱情，你必须用眼睛去看，用身体去触碰，用心去感受。您的意思是说，是您经历了这样一段爱情，所以把自己变成了哈姆雷特，是吗？是的，我就是他。
我带着巨大的伤痛，穿越到了英国，遇到了一个拯救我灵魂的人，改变了我悲剧的命运。观众在看完之后，心中都有一个疑问，就是既然爱情改变了命运，那为什么结局还是悲剧呢？因为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爱情都是真挚热烈，并且短暂的激情，它的出现只是一个偶然，是不可预测的。一旦它变得世俗跟平庸，那它就只是人无边无际的欲望。当我们被欲望吞噬和占有的时候，悲剧是必然的。那现实生活中这一段偶遇也是悲剧吗？它可以不是。停在最灿烂的时刻离开，你才会记得它。你非得在现实生活中也那么悲壮啊？哼，有些凄美，你是永远不会明白的。是，我是 get 不到你加工后的故事。你们想知道加工之前他在英国真实的遭遇是什么样吗？想。他当时在英国。哎，时间还没结束呢，李导演，哎。易总，赵小姐回家了吗？没有。你的理由呢？因为她心情不太好，然后喝了酒，出门的时候没有拿手机和钱包，所以我就怀疑她。你说的不是废话吗？到底出什么事儿了？你为什么觉得他会出事儿？他能出什么事儿啊？文文这几天都去过什么地方？商场、马场、小剧场，还有各种极限运动俱乐部、酒店、KTV、餐厅，就这些了。去剧场。为什么是剧场？你说呢？上车。哎呀，哎，上来吧。好了，好了，好了，好了。干嘛不让我说？干嘛？你知道吗？我觉得跟你在一起，就好像在演电影一样。有的时候，我觉得我是万众瞩目的女主角。可是有的时候，我又觉得有点恍惚，好像自己只是你虚构出来的一个人物，不真实，可是很有趣。在我看来，你确实是一个不一样的女人。没有你，就没有我的角色。我知道你够诚实，在英国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，你就跟我说你只是为了找寻灵感。我也说过我愿意陪你一起找，过程是挺精彩的哈。因为我从来就没有谈过这种真的假的、傻傻分不清的爱情。有的时候我觉得你是真的，可是你却跟我说，这只是你为了人物创造出来的台词而已。有的时候，我觉得我自己是动心了，可是后来我才发现，我也只是好像在扮演你创造出来的人物而已。你分得清吗？我分不清。还是你觉得说，其实这里所有的感觉，只是停留在故事里，而不是在现实生活中？文文，把那些美好的回忆都留在英国，留在过去的记忆里，不是很好吗？这个人与人之间能够相遇，这都是要感谢命运的。
在现实中你是什么背景，我是很清楚的。我从来不认为我们两个适合在一起。可是我做不到，爱上了就是爱上了，我管他真的假的呢？我承认我爱上了。哎呀，你爱上的只是爱的感觉，不是我。可是没有人给我这种感觉，不是你是谁啊？你现在只剩下盲目的占有，不要再跟我说什么爱情了。从你嘴里说出来，轻的像是生命中无法承受之轻。不是，你能不能说人话啊？你为什么就不能承认你爱我呢？那些是为了创作。骗！我不信。对你来说什么是重？啊？我现在就从这儿跳下去，我重重摔你舞台上，你觉得这是不是重？哎，你能不能不要撒狗血啊？千万别干这种愚蠢的事啊！你为什么就不能承认你爱我啊？我愚蠢是不是？你明明就是爱我的，你为什么爱着我还不告而别？你为什么别把我过消失？啊？好，不就是3个字吗？听好啊，我爱你。我爱你。但是啊，闭嘴！但是什么都不重要。我想要告诉你，我怀孕了。我怀孕了。你说什么？易总，易总，还有什么事情是我不知道的？没有了，全部了。你以为你是他朋友吗？并不是，你是我安排过去的。不是，因为这件事情不单单是因为我答应了赵文文，而是因为我还没有想好该怎么跟你开口。师姐，你搞清楚状况，你根本就不应该存在。我不知道该如何跟你解释这样的情绪在。你向我隐瞒了这件事，这才是你犯的最大的错误。可是。对不起，易总，是我错了。易总，待会儿咱们还有个会，要不先回公司吧？确定赵文安安全后，回公司见我。OK？知道了。